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KG 梦幻魔丸的萨尔摩。营救车模具的冲突，我之前就说这个模具肯定会冲突萨尔摩的，这些第三方又不在乎这个嘛。而且营救车这个模具非常适合冲突萨尔摩，它的逻辑是差不多的。和汇的外包装也是一个很复古的赛璐璐式的配色的一种感觉啊。纸品方面，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说明书和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其实吧，可以说把百变雄狮里边那个萨尔摩的造型还原出来个七七八八的大概啊，但是呢是要比这个百变雄狮里边不管说动画还是玩具的刻画要细节一些，它改了很多东西啊。因为车头这个地方的车灯啦，包括这一块的造型其实挺像的，但是握把仪表盘这个地方，百变雄狮可没这么细，它就是简单的两个棍子，而且前方这里的这一块也不一样啊。毕竟营救车的这个模具嘛，它用这两个棍子支撑，这将来是变武器的，而且手臂也不是这么下来的，模拟出来一个萨尔摩的姿态，算是做了一些美化的修正吧。但其实这一台车子的形状看起来还不错，而且整体的一些元素呢，其实不太像营救车那样，它屁股后边没有那个收纳箱了。车头的这一块也是重新做的，就是为了仿萨尔摩的样子。整体的这辆车拿起来很重，毕竟这款的合金量会很高。然后就是在车型状态下，我发现一个小问题，这一块有两个外扩的漆形钩，但是呢，手上的这个卡住是卡住了，并不会太紧，所以呢，轮子上边又有一些很硬的刺儿啊，你在这里放下来的时候，你看容易把这个扣子顶开。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别手上的一个现象，等看其他玩家的一个反馈吧。当然兜里边还会带很多的配件啊，其实我现在大部分已经装在了车身上边，包括这里的刹车、倒车镜，后边软的小刺刺，前轮这里硬的小刺刺都装上了。那我们开始把它直接变成萨尔摩的人形。首先把这个地方卸开，这个地方其实很紧插的。哎呀，你还不能拧着插，因为这是两个扣子，两个扣子跟这样一阴一阳卡在这里的。我试着模拟一下，能不能还原成百变雄狮里边所谓变形的样子？那就得把这两个胳膊这里抠出来，从脚底下掰出来。不过这个脚丫子就没处可放了。印象当中，百变雄狮里其实是这样变形的。然后嘞，腿部这里也拆开吧，你就索性百变雄狮了。回味一下百变雄狮的一个变形姿态。那这款，哎呀，看起来实现不出来呀。只能大概齐。百变雄狮里边的变形其实是这样的，这么动画里边很实诚的就演示出来，但这样太草率了。所以呢 ，KG 是在自己的营救车的基础上做了一个修正了，就这里边都是齿轮关节，裙甲记得翻下来，嘎巴卡住，然后这里收起来。脚丫子旋转180拧过来，脚后跟这里还有一个支撑的地方，翻开。这两个软胶的刺刺呢，可拆可不拆，看个人的需要吧。然后小腿这里啊，做了一个旋转的盖板来堵这个窟窿，这个窟窿是在变摩托车形态下锁这个扣子的。所以人形的时候把它遮上，这里还会有 QC 的标志。车头这块的变形也是营救车的一个难点啊，它需要避让的空间有非常的多。我们先把这个盖子打开，也是老规矩，先把胳膊这里解放出来吧，腾出来更多的操作空间啊。然后呢，大臂旋转一下，把这个暴露的关节扭到后面去，这里边的卡扣折下来。
拳头这里跟营救车都不一样，它是为了萨尔摩专门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拳头，3根手指独立的可以折动，而且嘛，当你团起来的时候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圈圈手。这个也确实还原百变雄狮里边的样子，萨尔摩就是一个圈圈手，而且百变雄狮里边没有武器，他们都这样发激光，就这样就的发激光，所以这个手做对了，这是萨尔摩的手。哎，必须得有那个洞洞的味儿，圆圈轴的洞洞味儿。好，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萨尔摩的这张老脸翻出来。背包这里的变形，注意前边的这一块玻璃要抠开，抠开以后，这里多设计了一个新的插桩，它是卡这个玻璃的。卡开以后，我们把这个玻璃压进去，然后注意啊，在这个油箱的里边这里要翻出2个假的握把。这又说到百变雄狮在老版的动画片、老版的玩具里边，它的握把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一个造型结构啊。当然，在人形的时候也会背在2个肩膀的后边，这一回做的只是为了服务于一个造型件，而车型的时候呢，它做的是营救车的这个电镀的金属车握把，很闪亮的这个。我们把倒车镜和刹车往里旋转一下，盘一盘，这个倒是软胶的件儿，并不太容易折损。然后我们就要钻这个洞洞啊，钻这个洞洞的过程是整款营救车模具变形最麻烦的一个地方，这里需要避让的空间太多了。你看看怎么钻一下，好，把它完全的顶过去，然后再把这个机车头翻到后边来，再把它拉出来，然后再把这个握把整个的旋转180度拧到这边来，然后再顺着往下转，这个地方顺着往进栽进去，栽进去的时候把握把插入腰上的这2个凹槽里，怼进去，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滑道，上下滑动，滑动下来以后，外扩的7星钩卡到下一档上锁上。腰部这一回就没有变形机构了，原先的营救车这里有一个双关节的拉伸，而萨尔摩的造型嘛，也是为了符合萨尔摩的一个当时动画也好，玩具也好，脑袋放下来，2个胸甲卡到位，这样2个假的小握把就放在了脖子后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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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萨尔摩注入灵魂。萨尔摩的灵魂是啥呢？当然是肩膀上面的这2个轱辘呀。萨尔摩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武器，完全没有用，因为你要做百变雄狮就要做百变雄狮的味儿啊。萨尔摩武器是这，萨尔摩身上的这些元素还原的还是挺到位的。如果说之前的营救车大家吐槽它的轮子是插拔变形的话，那放在萨尔摩这个元素之上，插拔变形就完全对味儿了。因为萨尔摩它的轮子就必须得插拔，不插拔反而不对。背包这里嘛，也是像营救车当时的一个状态变形，但是整体来说呢，也还原了萨尔摩背后的那个。其实啊，原先的百变雄狮版本的萨尔摩背后等于是那个座位啊，座椅上边它是有一个曲线刻画的。它这回是通过这个折叠的油箱和车头来模拟出来萨尔摩背部那个白色座椅的位置 S 型的一个刻画。其实大概其的样子轮廓看起来还是挺像的。胸口这里憨憨的这种就横平竖直的这些刻线的这种花纹方式啊，也是非常像当时的百变雄狮那种很实诚的一个美术风格吧。这又说到啊，百变雄狮伤在了它实诚。你说实话，就这样的角色跟变形金刚摆一块儿，是吧？同样，萨尔摩和威震天2个反派摆在一起，你觉得哪个帅呢？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小孩子们肯定是愿意选那个更酷的、更帅的一些的东西，而且玩具也好了，动画也好了，显得没有后续的孩之宝的变形金刚高级。但是问题就又回来了，孩之宝的变形金刚动画版所有的设定元素完全是借鉴，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抄袭百变雄狮的。而这里边还有个更有意思的事情，萨尔摩它是一个红蓝配色，发现一个关键问题没有？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光头李德王是什么配色呢？也没毛病吧？所以这就说到啊，李德王和萨尔摩刚好是擎天柱和威震天配色的翻转版，而当时的一些设定呢，故事的背景呢，包括塞伯特的那颗星球和当时百变雄狮的那颗星球的设定都一样，人们戏称为塞伯特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而百变雄狮的星球呢，就只剩下一个苹果核。百变雄狮跟变形金刚在80年代的那场大战过后，元气大伤，让变形金刚整个的血洗了所有的市场，百变雄狮就此落寞。后来嘛，当然版权又买回来以后做了什么天威勇士了，那回来那就是日版动画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国外的一些市场上边已经不见了这些玩具的踪迹，而当时的百变雄狮的版权呢，就被孩之宝完全的买下来。我当时的一个曾经最大的劲敌，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我把你的版权完全的买断之后，我不再出你任何的产品，任何的玩具，我让你在市面上边完全看不到百变雄狮所有的遗留痕迹，市面上只会存在一种可变形的机器人，那就是变形金刚。所以变形金刚在全世界的认知度，它的受众范围会有这么的大，也是根据了那一次百变雄狮的覆灭，以至于最后版权被完全垄断之后雪藏所创造下来的功劳。其实80年代当时有非常多的变形玩具，这种变形的概念可以融合在很多的场所里边，只要是机器人涉及到变形，其实80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但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到如今遗留下来的只剩下变形金刚？但问一下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人，或者说问一下我们身边年纪大的一些人，在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魔玩圈的情况下，拿给他的一个机器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反应这是变形金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概念？这就是认知度的一个普及，或者说是 IP 的一个垄断。因为他出名到可以把自己的光辉放大到把所有剩下的可变形玩具全部的掩盖。而最后百变雄狮的结局是什么？最后萨尔摩会有登场的机会，也就是在漫画里边客串了一下，登场以后还是被变形金刚里边的这些角色血虐。什么叫杀人诛心呢？杀人还要诛心。所以曾经在百变雄狮里边的反派第一把交椅，大哥，这就相当于百变雄狮里边的威震天，结果放在了变形金刚的片场里边，被威震天血虐，都打成什么样了，胳膊都没了。什么是资本呢？这就是资本。我让你成为一个反派的头目的时候，你就是反派的头目。你可以在好几十集的动画片里边跟正派的那些角色斗智斗勇，甚至能展现出来反派领袖的光辉。但是在我的 IP 所有下的时候，我想让你变得多么狼狈，你就可以变得多么狼狈。一代枭雄啊，太惨了，这个真的很有味道，已经很像当时动画片里边的那个萨尔摩的样子了。而且你看这个手很有味儿吧，3个手指头就那头雕做的，已经很像了。科科怪应该是百变雄狮里边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了，最深的反派啊，因为毕竟那个笑声也太魔性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肩膀这里上下抬齿轮关节，
这个地方看似是个齿轮，其实是个轴，假的。然后胳膊这里是齿轮关节，腰部齿轮关节很清脆啊，胯部这些都是齿轮。其实这条腿是很重的，一条大合金腿，但是撑的力度完全没有问题。侧台这里这个不是齿轮，这是轴，这些地方也能转，这也是轴。膝盖这里是轴，这里是轴，但是有一点什么问题啊？看这个脚踝会很松，拧上去的，所以呢折的多了以后，这个螺丝有点脱松，稍微的紧一下，找个改锥，这就不会掉了，这就很紧了。李德王其实相当于音译啊，我们这边叫李德王，也当时动画片里边翻译的就叫李德王，英文名字应该叫 Leader One， 就跟变形金刚里边一样。擎天柱为什么不叫卡车头呢？对吧？为什么叫擎天柱？红蜘蛛又跟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汽车人这边大部分用零件来命名，而霸天虎这边呢，很多名字起的也是莫名其妙。到了百变雄狮里边也一样，有音译的，有意义的。这还是要说到翻译，当时翻译的时候所追求的一个信达雅的问题吧。无敌铁牛猩猩叫，对吧？你还是那句话，红蜘蛛我认为翻译的最恰当的名字反而是民友给他起的星笑，是吧？可以说这个名字真的是做到了信达雅，意义是通的，然后呢气势也有了。你说一个猩猩叫意译过来的，一个星笑也是意译，但是能做到信达雅的，你喜欢哪一个？还真不是参照《水浒传》的，这跟《水浒传》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擎天柱这3个字啊是孩之宝给的，包括红蜘蛛这2个名字都是孩之宝给到上译的，并不是我们中国的译制片的这些导演们翻译们去给他翻译的名字，而是人家官方甲方指定要求的，这俩必须叫这名。聊哪儿来？怎么扯这儿来？水浒传里边有一个外号叫擎天柱的。还有说白了吧，咱们中国啊，当时一般来说，这个是在说书先生里边有这么一个形容啊，形容这个栋梁之才，一说起来擎天博玉柱，探海紫金梁，就是形容这个人的作用大。所以呢，这个擎天柱放在这边作为一个汽车人的第一领导人，我觉得挺合适的吧。最让我不费解的是啊，你看擎天柱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能做到信达雅。你包括后续的柯博文这个名字我也是认可的，因为柯博文起码做到了音译，对吧？我翻译不出来这个名字的意思，我把它音译出来，起码汉化了这个英文单词也没毛病。但是我就受不了这个无敌铁牛是咋想的呀？无敌还铁牛，你真水浒传呐？怎么还整一个黑旋风李逵的小名出来？哎，咱们就扯起来这个名字的翻译啊，我必须得给你们掰扯掰扯这个无敌铁牛咋来的。长知识的还在后边呢，扯淡的知识都在这儿了。擎天柱是咱们国语版的，也是韩之宝当时指定的，甲方指定的名字，没有毛病。柯博文是港版的，港版当时的翻译呢，我不翻译他的意思，我只给他做一个音译的注解，柯博文也没毛病。无敌铁牛台版的啊，给你们看看台湾人翻译出来的是因为啥？因为当时台湾生产了一台铁牛农用机车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个玩意儿，你们相信吗？这台小四轮啊，咱都不能说叫机车了什么的，就是一个小四轮子。这个小四轮子是台产的，叫铁牛的，一般用于农间耕作的这么一个拉货的，收获的时候拉种子拉麦穗的这么一个车。你们有没有觉得跟G1擎天柱挺像
也是这么一个方方的卡车头啊，包括车灯什么的，还有它的配色。知道为什么叫无敌铁牛吧？就是铁牛 Plus 版本，就是擎天柱的那个货柜集装箱卡车头。无敌铁牛就是搁这儿来的，懂了吗？懂了吗？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吧？所以说重点就来了 ，K 社这一次用营救车做出来了这个萨尔摩，没有问题，挺像的。但问题就是李德王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做了。所以刚才我看弹幕里边有朋友说压力给到了 NA 这边，我觉得后续就有可能了。你比如说啊，NA 现在86大电影的这些东西也慢慢的做出来了，营救车这个角色他肯定会做。而且你们想象一下，就 K 社现在打出来的这个样，营救车这个模具重涂了多少垃圾星人。NA 现在的合体金刚也在陆陆续续的开发，早年间公布的，虽然说飞天虎现在还没有什么轮廓吧，大力神有了呀，对吧？后续也肯定会做大无畏，大无畏把一个弹弓揪出来，涂一个李德王，没毛病吧？这脑袋，这身材还挺像，无非就是啥呢？改一下飞机的形态。所以这两个在小比例能共鸣的话，应该 NA 可以做得到。那剩下的这些小车科怪拿幻影图没有毛病 ，D-9 就这么做过。其实百变雄狮也算是80后一代人很多朋友们童年都看过的一个动画，这个重涂出来我觉得问题不算太大。所以呢，这一回啊，这就是 KG 的营救车模具啊，又重涂的这么3个配色，2个新的垃圾星人和一款萨尔摩。我之前大概的数了一下，垃圾星人的这个模具差不多重涂了有10个到11个了，而这个模具真的是一本万利，甚至萨尔摩做的也是有模有样。我个人感觉会比其他的垃圾星人卖的好了不知多少倍啊，甚至它会比营救车的这个原本的模具更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毕竟这也是大家童年里边的反派的大 boss 形象吧。喜欢怀旧啊，甚至说对于像我一样对百变雄狮有一种惋惜感情的这些玩家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慰藉吧。那么得，今天的玩具的故事大概就到这里吧。